小小的屠户女，非常低微的一棵小草，一个人站在风雨中，是没有那块挡板的，成长成为大家遮阴、为大家避雨的一棵大树。她本身不需要别人承认或者是鼓励，她就能自己坚韧的生长的一个小女孩，越成长就感觉越喜欢这个女孩子。我是樊长玉，我瞧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Hello， 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我又来啦！我是演员田曦薇，也是樊长玉。当时看完主义，了解完樊长玉这个角色，什么感受呢？她是一个非常有侠义之心的一个小女孩，所以她剧中会有很小女孩的一面。对对对，小女孩的娇羞啊、可爱啊，在处理爱情方面的那种女生独有的青涩，然后也有一个非常坚韧的心。感受完这个角色之后，最吸引你的会是什么？最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你觉得和以往演过这种古装剧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或者突破？首先就是她真的完全是从一个小小的屠户女，非常低微的一棵小草，然后成长成为大家遮阴、为大家避雨的一棵大树。看完剧本的时候，你觉得最期待她的一场名场面戏份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场吧，我就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是一个杀猪的戏份。杀猪的第一场吗？对对对，当时就觉得放在第一场会觉得比较吸引观众吧，因为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那前期在饰演她这个杀猪少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设计在吗？服化方面，就是导演可能就会要求要糙一些、利落一些。表演上，导演会觉得颗粒度比较大，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女孩。大大咧咧这方面，田曦薇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性格在里面。对对对对，是有点钝感在里面。钝感。那你觉得这方面和自己的性格像吗？我还好，我在生活中感觉还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刚刚也说到，这个杀猪少女是以往角色没有过的。她的这些经历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惊喜或者意外的？有啊有啊，越成长就感觉越喜欢这个女孩子。比如她会主动去承担一场灾难之后，她会想去召集流落在外的父老乡亲。虽然她只是一个杀猪女，是一个小女孩，但是她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且付诸于行动。她在战场上，她会承担去保护伙伴，然后去奋勇杀敌。从杀猪少女后期成长为这种女将军嘛，完整的这种成长线，你在后期的时候如何去呈现她这种改变呢？核心她的理想是没有变的，自己的主线任务是一直坚定的保持的，然后她变的可能就是她对待外部环境的一些态度。那你觉得在哪个阶段对你来说会更挑战一些？阶段就是后期阶段，其实蛮有挑战性的。她也经历了很多磨练嘛，你觉得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共情或者共鸣她的地方呢？共情的一点其实就是她父母亲正好在成长路线上就缺席了。当时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我一个人站在风雨中，但是没有那块挡板的。父母亲的去世对于我而言，就是我需要独自去承受这些外界所有的风霜了。养个20-30头猪，然后就100头。那你在前期演她杀猪少女身份的时候，会有心理包袱吗？没有，还好，真的，我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还蛮有意思的。第一次拍这场戏的时候，感受怎么样的？感受还好，但是也会非常认真，就是心里在暗暗告诫自己要投入多少精力，要仔细看老师这个刀是怎么划。看路透有很多你的一些打戏，这种双刀打戏啊，尤其他到后期成为飒爽女将军的时候，这些戏份的拍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和准备呢？就是前期会有威亚呀，还有那些拳脚功夫的训练，然后但是到战场上还是会觉得哇，因为那个氛围就非常不一样，就到了那个现场其实会很震撼。对对对，就关于就是那种战场的残酷，那种血肉的碰见，其实还挺触目惊心的。有没有比如说这种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大场面戏份？有一段其实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其中有个小伙伴对，在一场战争中死掉了。那个时候给我真正触动的就是站上这个战场的人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但是战争就把他们的生命夺走了。樊长玉他是一个内心认定的话就会很坚持的很强大的人，你觉得这方面和田曦薇自己像吗？希望越来越像吧。希望越来越像。那现在田曦薇是怎样的？就是时不时摇摆，但是还算坚定的一个人。摇摆，比如说在面对什么的时候会摇摆？比如选择的时候，比如
就是这个态度我应该是保持怎么样的时候，是指面对外界的一些对外界的声音这种，对，会有动摇的时候，那动摇的时候自己如何去坚定自己的选择呢？就把自己拉回来，就最后拉回到自己这个节奏里面去。樊长玉他其实是非常个性鲜明的人嘛。田曦薇进入到演艺圈成为艺人之后，你觉得现在经历了几年的成长，就做艺人和做田曦薇自己有冲突吗？还好，或者是说有冲突，我其实感觉也能克服，因为做艺人也是自我的一个选择，是这个选择也是一部分自我的表达。做演员会让我觉得很开心，我很喜欢演戏，这也是我自我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我会觉得我的自我被艺人这个身份吞噬的话，我觉得我会停下来。停下来之后，那怎么去调节呢？暂时把这个身份先放一放，先找回自己的节奏，先去睡觉啊，或者是调节一下节奏。对，那大家也会非常希望就继续看到这种真实鲜活的你。谢谢。杀青告别樊长玉了嘛？就是如果要跟他说一句告别感言的话，想说点什么？首先，他本身就是不需要别人去承认或者是鼓励，他就能自己坚韧的生长的一个小女孩。但是我还是想夸夸她在风雨中能够帮助别人，能够保护自己，在成长路线中也没有丢失过自己纯良的心性。我觉得这是很感动我的。你当时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哪些戏让你的挺有意思的这种？感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猪真的有点难弄，就是不管是赶它的时候还是抓它的时候，拍完之后还想养这种宠物猪的想法吗？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有。还是不敢去设计。对，小田先来跟我们神剧亮了的老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神剧亮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小田田曦薇，又见面啦。当大家都知道田曦薇要来演熟玉的时候，都在感慨说内娱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女主进入到古偶剧？对此，小田本人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是的，谢谢大家对我的期待，我觉得会努力的拿出好的作品，不让大家失望。樊长玉在剧中的角色设定，她勇敢无畏，是一个怪力少女，和你本人是不是有几分神奇的相似之处？小田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聊聊？我觉得这几个特点好像跟我都蛮相似的，就比较勇往直前，行动力会比较强，脑子在后面追。我们长玉也是那种执行力很强，想做的事情立刻就去完成的。对，是的。长玉在面对感情的时候非常的勇敢，面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她创业开猪肉铺、养妹妹，还有她和严正之间的感情。对。长玉的性格和成长经历有没有你本人比较喜欢和认同的？能不能展开给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她的人设是我还蛮喜欢的，敢爱敢恨、有情有义的一个小女孩，我觉得很特别的。她没有因为当下的身份或者是当下的环境去限定自己的成长道路，她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没有因为她生在这个环境或者是她周围人的话语而去妨碍她成长成什么样子。其实如果没有严正的出现，长玉的生活轨迹就是照顾妹妹，和妹妹一起快乐的生活。对，是的。那后面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转变了她的想法，要离开临安镇，再到后面她成为了一个女将军？我觉得契机应该就是外界因素给她的刺激，然后在这个流年战争里面，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临安城的百姓大家都流离失所，她有这样一个责任感去把流失的乡亲们都召集回来，然后从此踏上了一个成长的路程。前期她是一个很可爱的杀猪妹，后面在沙场上从一个小小女兵，再到后面成长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女将军，其实也经历了很多成长和洗礼。你觉得长玉慢慢的去蜕变的主要的助力因素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她的担当和责任感，因为她对临安百姓的担当，所以她选择往外面走出去寻找流失的乡亲。对严正的责任感，让她替受伤的严正去上了战场。对保护卢城百姓的这样一份小小的英雄主义，让她当了女将军。剧里面带着妹妹一起在临安镇上生活，其实前期是相对惬意的田园的生活状态，有没有一瞬间让你突然觉得回到了连麦儿的角色状态？有没有很多个瞬间让小田想到了田耕记？对，其实有，因为就是两部戏共同特点都有一些种田文的感觉，都是那种白手起家开始一些创业道路，但是不同的是田耕记可能更围绕连曼儿身边的家庭关系这样
样去展示莲妹儿的成长，但是这个主玉可能侧重点会是在2个人之间的感情，常玉和严正之间的感情。包括那天我看到你有一个照片在那里晒太阳，大家说就好像莲妹儿躺在那里一样。是。为了贴合角色的设定，包括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其实前期常玉的很多衣服都是素布麻衣，但是大家都夸奖我们小田越素越美。谢谢。有没有你本人很喜欢的常玉的妆造？前期后期都可以。对，前期后期都是根据人物当时所处的环境来变换的，都很符合当下的环境。主要是虽然看着很素，但是其实造型老师很用心，用了非常多的叠穿啊。常玉没有首饰，但是他身上会有那种挂饰，一些小包啊什么的那种叠带，会让常玉在那种朴素的面貌下有一些小小的灵动感，还有一些很好看的发带和发饰。对，但是会比较少。那常玉的小香包里一般都装了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设计？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挂饰？其实纯挂饰啦。你有一个造型特别好看，就是穿着橙色的衣服，是后期的时候。对，那是后期的，当了侯夫人入府的一个造型。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小设定，常玉不会化妆，但是她在自己的脸上涂了很多的胭脂水粉，脸上就红红的，超级美萌。小田能不能展开的给我们聊一聊剧里面这一趴的小设定呢？其实这一趴的设定是常玉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侍女的样子，就需要在脸上做一些妆，但是常玉没有人教她化妆，她母亲又去世的早，自己每天又忙着照顾妹妹，忙着杀猪，并没有这样化妆的经验，所以会下手重一些。看到满脸腮红的自己，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还挺有特点的，好玩又很美萌。在维持家里生计的情况下，常玉还毅然决然地把素昧平生的谢真捡回家，救治她，照顾她。想问问你觉得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可能跟她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她当时认为自己的父母的死因就是被山贼所害嘛，当见到同样被山贼所害的严正的时候，她会想伸出手去帮他一把。没事。今生做头好猪，来世做个好人。正是我娘亲让我救你的。想问问用什么样的法宝可以交换到常玉的卤味配方？银子。因为那个卤味配方是他祖传的，对吧？要用金钱才能换到，是他的致富法宝。算吧。南常玉经常一键切换到脏包模式，想问问剧里面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常玉会秒变脏包？其实就是干活嘛，剧里面在干活会把自己弄得凌乱一些。还有后面逃亡的时候。对，被追、被迫害、被敲打的时候。如果被问到我们可爱的微微能不能在30岁之前再奖励给我们一部现偶剧，你会怎么回答？老天爷，快奖励我一部非常厉害的现偶吧！如果演现代剧的话，你想挑战什么样的设定？设定啊，我觉得剧本好的话，什么设定都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田曦薇会分享欲爆棚？感受到爱的情况下。因为你之前在微博上有很多文案，包括你的分享，会让大家很有感触，大家都夸你是浪漫诗人，你自己认同这个称号吗？漂亮，有刘海漂亮，没有刘海也漂亮。眼睛大漂亮，眼睛小也漂亮，笑漂亮，不笑也漂亮，瘦瘦的是骨感的漂亮，胖胖的是可爱的圆圆满满的漂亮。总有一个人眼里，你是最漂亮。也还好吧，但是我确实会比较偏浪漫主义一点。那最后，请用微微的方式来邀请大家一起来爱奇艺看《逐玉》这部剧吧。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来爱奇艺观看《逐玉》，谢谢大家。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送给你。什么有？这是一把扇子，给你做了一把小扇子。哇哦！什么？这个也是我们全体的观众给你的一个小祝福。灼灼璞玉，这个是哦，幸福绵长，也送给大家。我们这边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可爱的猫猫塔罗牌。哦，谢谢。但是这个是有魔法的，所以我不敢拆开，你可以自己拆开。真的有魔法，谢谢。这边是一个我们给曦薇的专属补给包，里面是一些很可爱的小东西。太好了，谢谢。哇哦，快乐毒药。里面还有一套专门的小猫徽章，有读书小猫、工作小猫。天哪，也太可爱了吧！都准备到心坎上了，谢谢你。谢谢，好可爱啊！快乐毒药我们小田带回去慢慢吃。好的。祝大家有灼灼璞玉，有绵长的幸福。好的，我看一下。看到他们在评论下面又在分享你的小将军的造型非常的可爱。小田，一般他们发什么样的评论会比较吸引你？比如小猫的表情包。对，是的。你会偷图吗？偷偷存他们的表情包？不会，我才不会呢。我们小田可是表情包库存王者呢。是的。
想问问小田在这个春天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春游，可以带着猫咪一起去野餐。它是个爱猫，它会害怕。OK， 小田有没有什么希望我们可以帮忙一起实现的愿望呢？我的愿望在这里提尽量满足。尽量满足。你们这人有多大权限？Thank you。没有什么愿望，清心寡欲之人。养个20-30头猪，再往大了说，那就100头。